人类历史上没有一场战役比斯大林格勒战役更惨烈、更绝望。这场二战苏德战场的关键对决，用无数生命印证战争的残酷，也彻底改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。在斯大林格勒前线，生命脆弱到极致。一位母亲养育20年的年轻士兵，踏上战场仅9分钟就被德军榴弹击中，永远倒在瓦砾堆中。战场损耗颠覆认知，士兵存活超24小时就能提拔为连长，撑过2天升任营长，熬过3天，甚至因部队严重减员破格升团长。一支上万人的满编步兵师，72小时就被消耗殆尽，残部只剩数百人。1942年7月，纳粹德国为实现巴巴罗萨计划南线目标，锁定斯大林格勒。这座城市是伏尔加河航运枢纽，更是高加索油田的门户，控制它就能切断苏军能源补给，打开进攻苏联腹地的通道。德军集结约50万兵力，配备近1000辆坦克、1000架战机，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为主力，发起猛攻。7月17日，德军突破苏军外围防线，8月底推进至市区外围。人类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正式打响。整场战役，苏德双方投入兵力超300万，坦克超3000辆，火炮与迫击炮约25万门。德军先发起地毯式空袭，8月23日当天，数千吨炸弹让城市沦为火海，平民伤亡惨重。9月13日，德军攻入市区，地狱级巷战爆发，争夺聚焦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水塔，甚至每一个房间、每一段楼梯。标志性的巴甫洛夫大楼，苏军下士巴甫洛夫带领11名士兵构筑火力点，顶住德军数十次冲锋，坚守58天，成为苏军抵抗的象征。欧粉一栋楼里，3楼苏军，2楼德军，1楼反复一手。斯大林格勒彻底变成人间炼狱。擅长闪电战的德军在这里遭遇顽强抵抗，苏军把每栋建筑变成工事，废墟缝隙里突袭，让德军装甲优势彻底失效。抢一堆瓦砾掩体要付出数十人伤亡。一个街角火力点，双方反复冲锋10几次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满鲜血。到11月初，德军占领90%城区，却因损耗巨大，补给不足，攻势彻底停滞。与此同时，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援军源源不断，士兵们冒着炮火，乘木船、橡皮艇，甚至泅渡河，河面被汽油弹点燃成火海。有人身上着火，仍咬牙游向对岸，渡船被击沉就抱木板前进，上岸立刻投入战斗，为反攻筑牢根基。1942年11月19日，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，南北2路发动前行攻势，穿插包围德军后方。11月23日，苏军在卡拉奇镇会师，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主力约25万人，切断所有补给与退路，战场天平彻底倾斜。被合围的德军陷入绝境，严冬气温跌至零下20多度，德军缺冬装、食物、燃料，士兵靠马肉、面包屑充饥，大量人员冻伤，失去战力，坦克、战机因缺油瘫痪。希特勒严令不准撤退，不准投降。曼施坦营的解围部队推进到40公里处，被苏军阻击后惨败撤退。1943年1月31日，保卢斯违背命令率部投降。2月2日，德军北部集群投降，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结束。这是一场惨胜，双方伤亡被俘超190万，苏军损失约110万，德军损失约80万。9.1万德军战俘仅有少数战后归国。战前85万居民的城市，战后只剩1500余名幸存者，建筑全毁，满目疮痍。作为二战关键转折点，此战后纳粹德国丧失苏德战场主动权，被迫转入防御。盟军逐步掌控全局，为反攻欧洲大陆奠定基础。